交易跟投資在股市裡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，但想要在有限的時間內賺到超額報酬，只有交易者思維可以做到。交易者不是短線客，是整體性的系統思考人。你聽，你看，你感受，有一天你就懂。運氣來的時候，它一定會讓你賺到這個大錢；它運氣不好，就會讓你賠錢。Okay. 我每一筆交易都是運氣來的。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沒辦法看透這件事情，所以我沒有什麼內耗。這跟那個讀書很像啊。讀書？對啊，有一些功課好，你知道，他沒有辦法接受自己突然一次考不好，突變第二、第三啊。掌控很強啊，因為他覺得這個事情他有努力。有回報是正常的，他沒有做錯任何事情，為什麼會考不好？對，因為我覺得是這樣，股票市場是一個跟實際上的世界很像的，它就是充滿不確定性，它沒有辦法被你確定。那考試比較偏向是我們台灣不是有做考古題嗎？對啊，老師還會洩題嘛，所以他是在一個確定的框框裡努力。所以他跳到股票市場的時候，他就不適應了，因為他以前的人生只要他努力，就一定會有成果。可是股票市場是沒有，所以牛頓在一個確定的物理世界裡鑽研，結果他玩了股票，他說他可以預測天體運行，但他不能預測人類的瘋狂。他的基本信仰錯了，他根本沒有，他本來就不能預測。所以我們要在完全相信運氣會幫助我們的情況下去思考這個問題。真的，股市反而比較像人生啊，真的是沒有，真的像人生，不是真的努力，好像就一定會有回報啊，對啊，但不努力，一定也沒有回報了，可能是這樣子啊。因為股市像人生，你說的很對，就是說大家太把我們設定漁網，對不對？我們設定漁網，然後看可不可以賺到那個錢，可不可以？我們設定交朋友的框，我也不一定會交到我心目中的好朋友。搞不好一個朋友都沒有，對，搞不好沒有，搞不好有，但是你有選擇框的權利嘛？運氣好的時候，你會有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在你身邊嘛？是。那運氣不好的時候就沒有啊。這個東西不用太苛責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設定框，然後改善框沒有問題啊，但是你還是需要運氣幫忙。OK， 這個蠻貼切的。我覺得是這樣的，你可以選擇框啦。你唯一能選擇的就只有自己的框。對。你講那時候，因為你講重訓嘛，其實重訓它也是比較肯定的事情。我努力，我做了，我就基本上會看到一些成果。是重訓應該每個人想練，不管他體質什麼，都可以練得很好，還是會一定會有成長曲線，一定都會看得到，都看得到。我覺得股票也看得到，但是因為它來的時間跟你設的框很有關係，因為我們重訓只是要練到它的重訓的過程是一點點壯、很壯、超級壯嘛，所以它一定有這個曲線嘛，會有這個。可是股票是我設定賺10倍好了，賺5倍好了，它不是一定是照這個順序走，它有就是有，沒有就是沒有。它是這樣子，但它突然就來。股票的曲線比較像生技公司在研發那個藥品，有沒有過 FDA 認證？很努力。結果那個認證過了，那股價一下就衝上去了。我覺得股票市場比較像這樣，比較像天使投資人，比較像這樣。對，你要信，你沒有辦法預測什麼時候會發生，真的不行。這是兩種，真的是兩種東西，不同風格啊，不同。就真的會有一个契機來的時候啦，那個運來的時候，你搭配你本來就在做正確的事情，對，兩相疊的時候，那個曲線就是剛好就是上去，適合的人事時地物，適合的漁網出現在對的時間，然後你有感想，它一定會出現的。它不是說什麼，它雖然是看運氣，但不是說你這輩子都不會出現。我總覺得你的自選股裡面，我不知道有幾檔，你每一年有沒有都有選到標股？今年就選到很標的，那有一直持有嗎？只有持有前段而已啦，沒有一直持有。只有持有前段。對，那每個人都會選到標股，我覺得啦，我覺得每個人都選到，而且不止一檔啦。那也有選不到的嘛。那你如果漁網是要把標股發揮到極致的，是你那一檔一定會被你發揮到極致。是，那
其他檔你頂多就停損嘛，就這麼簡單而已。所以其實對啊，我知道，就我也跳得到，跳得到，我也聽過身旁大家都跳得到，大家都跳得到啦。對，那就是但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操作它？你可以用小漁網相信它，你用小漁網，小漁網它就给你跳到100檔，對啊，小漁網是，然後你就說啊，你看我今天這個月我又靠股票賺了3萬塊，小漁網的結果就是這樣子，小漁網就是這樣，對啊，所以運氣本身來說，我覺得跟那個不確定性，這種東西真的要有點相信，因為股市如果可以預測，早就可以預測了嘛。所有事情如果它可以被框住，那早就框住了，就是因為它框不住，所以太多不確定的事情一直發生。对，而且我覺得大家反而要換個信念，我覺得它股票的績效會完全不一樣，因為股市就是有不確定性，我們這樣的人才會有超額報酬的機會啦。如果今天它是一個可以計算出一個規則的情況下，我們這樣的人都不要活了。但我相信一定有一些人也還是覺得，他就感受不到運氣啊，他覺得感受不到，就天生倒霉鬼，天生倒霉鬼啊！就我觉得你看，還很多人不是很喜歡自嘲嘛？你看你跟我反着做就贏了啦，怎麼這種？我認識很多人是天生覺得自己很背，真的覺得自己很背嗎？對啊，就是我們就是沒有偏財運啊。很多人他只而且我跟你講一件事，我就從小覺得我沒有偏財運的人，因為我朋友有人就是有偏財運，那我就是從小覺得沒有的，所以我想要跟我一樣的人去講一件事情，就是說，把股票的運氣放大跟偏財運是兩件事情。股票是你設定了一個你的框，你透過努力的一個框，然後你堅持，你等待。偏財運是你不用努力，你去買樂透要什麼努力？那個東西是不一樣的，所以不要有偏財運，不要有偏財運。完全認同。對，我剛剛講應該就是這個，不是所謂的那種什麼偏財不偏財的。對，我之前像上次我不是我在賭場那時候，我為什麼我能感受到？因為就跟股市很像，就是因為我當然有一個系統嘛，我去背那個東西嘛，對吧？我有一個小系統，很簡單的系統。OK，但期望值長期下來還是輸給莊家2到3塊錢。對，但如果現在全部人背好去，也跟我一樣的期望值，所以我們用的漁網是一樣的。那你的漁網中間一定要有一個場子，一定要有一個大媽在嗎？最好是要有個大媽。那我的回檔就是大媽嘛。是。那但是其他人就是沒有大媽也要玩。對。我運來了，他們來亂的時候，我運來了，我就上去了。然後我就走了，就大概這樣。可是要做個4小時、8小時。對啊。那第一個你就還要有體力啊。要有體力，股票也是啊。股票也是啊，你要堅持住嘛。對，但是來來去去人也很多，他們就是趕快下一個這樣。看這3把有沒有績效，有的話就 yes， 然後也走了，沒有的話就也沒了。他沒有像我們這種系統在等待，對，有運也沒有用，那有可能他們根本也不相信，他們搞不好根本也不相信運會到他們身上來。他們因為只待一下下，然後他們也沒有想要堅持什麼，他們就是拼偏財啊，他們這個叫做偏，對，他们在拼偏財，他們在拼偏財。我就覺得其實你說科學盡頭，有人講科學盡頭常常是玄學，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，對，就是如果我真的相信有一條所謂的運氣線，因為我沒有人看得到，那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，把那個框系統架好，那我相信它存在，尊重它，它來的時候，那自然我有方法跟它一起飛。我覺得放大運氣，相信運氣是一個。你先設定你要不要翻身，那你要翻身，你就一定要靠運氣。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大家都有共識的事情。我如果要突然財富是曲線是這樣上來的，那我一定要靠運氣。那接下來我們就去回想，你如果真的要翻身，那你一定得靠運氣。這每個人都有共識的情況下，那怎麼要靠運氣？你剛剛講了，他相信是一個很科學的東西。可是你不小心靠着科學的技巧。財富增加到某個程度之後，接下來你必須做一些不科學的事情，它才會讓你在短期內放大你不小心遇到的運氣。因為你的科學是慢慢來的，就像我剛剛講的是健身好了，那都是很科學的事情嘛。
那我們在賭場假設啦，我用很科學的方法，我的本金從30萬，不小心做了很久，做了可能1個月還是幹嘛，到50萬好了。我想的是我這一年要300萬要怎麼辦？那我現在有2條路走，就是我把我的放大的本金再 raise 下去，放大那個注碼。是。那這就是相信運氣之後，你去做這個支持運氣的手法。這個就是所謂的有點像加碼的時候，其實一樣的概念。你也相信，你在做加碼的時候，是你相信說，哦，這次如果運真的來了，我就是賺到爆。對，這種感覺。沒錯，我進場是科學的，我們的漁網嘛。對，加碼就不是科不科學的問題了。加碼是只要有一點點科學支持你去做，但剩下是你自己的人生選擇的問題。我覺得那個就是很簡單。OK。我是不知道一般人好像一般人做這個動作的時候，情緒上也會有一點，因為他們会應該說我自己以前也會啊，就是我會覺得說，什麼叫做拿出來，然後拼什麼大的，那代表如果沒賺到，不就代表你這次交易就失敗了？你原本有，然後變沒有。沒錯，一般人就是會這樣覺得。沒錯，對。如果我把所有交易都當作要麼有，要麼沒有，真的可以嗎？好，那為什麼不把這些小的全部拉下來，全部攔下來？現在不是也上去了？好，這樣。我覺得我可不可以去做那種比如說專業的投資人，他不是說那個嗎？這個風險嘛，然後一次性的獲利，保本一次性的獲利，卓越的報酬嘛。對，你分這3階段，我覺得是一個很務實的東西，是一個很務實，不要那麼極端啊，就是要麼停損，要麼賺大的，不一定要這麼極端。我們可以把一次性的獲利放在前面，所以當你在股票市場賺到一點錢的時候，你就要玩一個遊戲，是我這邊我最少要留住賺的多少錢，我一定要出場。這個東西很重要。有了這個之後，你再去想後面大的。要分階段，所以這個叫資金策略，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我們對於資金成長曲線的一個控管方式。你錢要怎麼變大，你自己要設定。如果每次都是要麼停損，要麼賺大的，再好的交易者，他情緒都會失控，因為這個刺激有點太大了。這個有點對啊，這刺激有點太大了，符合人性啊。對，連續停損幾次就連續停損5次10次，然後好不容易賺一次大的，結果這次大的又沒賺到，差一點點到目標，然後又回來。我覺得是一般人應該是沒有辦法這樣子。你以前有這樣設定嗎？我以前就這樣設定。你以前這樣設定？我以前就這樣設定，因為沒有錢的時候，這樣設定是最經濟實惠的。我怎麼會羅老師的口氣出來？我1個月3萬塊我存了5個月，還扣掉吃喝，還給家裡，我現在有10萬塊。而我去追求一次性的獲利，1個月賺5000，我要幹嘛？沒有意思嘛？還不如再兼份工就好了。現在斜槓這麼好，去兼就好了啊。對啊，那當然是要求你要做的事情是創業等級的事情，它就是有卓越報酬的。所以以前錢越少的時候，越適合走這個。你震盪小，那你資產累積到會害怕，你当然就是階段不同。這樣子。那你資產更高的，那就是一直是一次性的獲利，一部分留卓越的報酬，我覺得也 OK。看你的階段。OK， 保本一次性的獲利，卓越報酬。但我真的很推薦，一開始是可以極端一點啊，沒有問題，損失很少。如果 OK， 然後你可以學到很多交易的觀念，必然會學到。我覺得每一個進股市的人應該都會有過焦躁感。有，對，有。你記不記得你什麼時候那個焦躁感才，好像真的完全不見了？那個焦躁感有的時候，對我來講，唯一解決這個焦躁感的方法，就是下午去檢討自己的交易。那時候，我覺得檢討 OK， 這個焦躁感就不見了，你會得到一個自以為是的答案，你一定會降低這個焦躁感。那在連續做這件事情很長一段時間之後，你就會發現，真正的虧損都不是來自於這些，是來自於你已經解決這個焦躁感，但你不去執行，然後你就會虧損。就是你短線看你8月20號的問題，你以為是個問題，但其實
我們當天有寫交易日誌，又把它解決掉了。那8月20號累積到可能到年底了3-4個月的時間，你已經找到一套解決方案了。可是之後真正的問題在於你沒有辦法去執行這件事情，然後出現了虧損，後面就會有很大的時間是你明明已經定制出一個框了，但你不想去做，或者你今天某個時間你就是做不到，真正的問題在這裡。OK， 所以那個焦躁感反而會不一樣，從技術轉移到奇怪，我怎麼會不去做這件事情？比如說檢討完之後，然後你寫了一個方案，對，你覺得這個方案應該是最新策略，這種感覺，我下一次要去執行，對，然後結果發現下一個時間點到了要去做了，不甘願啊，又有事情卡住。對，比如說我每次都覺得我研究出我當沖一天，停損2次，我今天就不能做。結果我累積了一陣子的交易日誌，我發現最嚴重的事情是我每天都在寫，我下次停損2次真的不要做。這是很類似這種狀況。Okay. 所以其實回頭看，你只要停損2次不要做，那個績效曲線就是這樣上來。可是為什麼偏偏我就是有時候就會停損3次4次，而且有時候是越下越大的那種，多1次2次就算了，那1次2次還下比較大。為什麼我做不到？我猜這個應該很多人都這樣，就那為什麼做不到？到之後怎麼做到？我覺得有一段時間我是這樣，我就想說，如果這真的是事實的話，因為我們那時候處於一個很想要翻身，但是你如果把它當實驗，它就不是翻身遊戲了，它是一個實驗，它是一個實驗室，所以我就決定我試試看，我做這件事情會發生什麼事情。那這個實驗時間一定要夠長，我覺得那個是。我當時只做1個月，但是那個實驗，我覺得回頭看應該要2個月、3個月起跳。你就做同一個模組試試看，就你發現你減少這樣的次數之後，你的情緒變得很穩定，你的停損變得很少，然後機會來的時候，你真的也有賺到錢。你會讓這個事實成為你的肌肉記憶嗎？這件事就被你解決了。所以其實當你卡關的時候，就是嘗試做實驗就好了。這個實驗很重要。那些事實，我們可不可以舉一些例子？比如說你剛剛像你說的，交易次數的問題，我猜應該很多人也都有這樣的問題。OK， 我明知道不要做那麼多，就要做那麼多。交易次數的限制，再來就是停損之後，隔天絕對不要再進場。对，我跟你說，這個是很關鍵，不是當天不要再進場，是隔天或者是5天內不要再進場。我連續虧損的時候了。就是你好不容易一筆單，或者是你好不容易準備要看對下大抱住，準備要爆賺，結果那一筆是沒有成功的時候，我可不可以這1個月不要進場？OK， 1個月以後都不要進場。好，我先講一下它中間是有原理的。你看對下大抱住在尾聲的時候，它一定是走一大段行情，只是你沒有賺到嘛。對。你打剛貴你的那個過年的時間你已經經歷過，所以你下一次過年本來就不會是馬上的事情。所以你只要鎖住這個，你就很容易等到機會。就是每一件事情它背後都有一個原理在啦。對，那停損2次是什麼？你要麼今天做錯方向，要麼從今天開始方向逆轉，反正你就是不要再進場。然後你也可以發現你沒有負買回系統，你才会無限在下面這樣一直買。它背後都有它的原因啦，但這些原則是可以幫助自己。所以理解原因也可以控制好情緒，其實是真的。因為你看到那個事實擺在眼前，對，然後它背後有原因嘛，所以去細看的時候才發現，其實像你剛剛講的那些，這波段已經走到了那麼尾聲了，然後你又要再一次再去拼大的，對，又在拼大的，不合理啊，然後你又只想拼小的，那也不合理，你的漁網就不是小的，對，你又衝突到了。甚至我們從波浪的統計來講，我們知道1年的最大漲幅可能是50、70、1倍。你只要是追高，你已經漲，比如說最大漲幅你設定是漲70%好，你是追高的，已經突破，已經漲了35%了。你後面也只剩30%，這是客觀事實帶來的情緒控管。所以其實知識也可以帶來很多力量。OK，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神奇可以談，就是說。